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我在之前的几次视频里分析过，习近平的连任是大概率事件，但是不到最后确定，内心总是抱有一点点幻想，期待能有奇迹的出现。现在我想大家都知道了，习近平的连任并不是什么意外，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事。不过意料之外的是，整个领导班子竟然都是习近平的人，其他几个常委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海内外媒体没有一个预测准的。以习近平为老大，其他人依次是李强、赵乐际、王沪宁、蔡奇、丁学祥、李希。其中蔡奇现任北京市委书记，他最有名的就是清理低端人口，之前用强力手段把进城务工人员赶出了北京。李强现任上海市委书记，在上海强力封城，导致了全世界关注的人道灾难，可以说他擅长清理中端人口。而老大习近平的路线是共同富裕，主要拿明星富豪开刀，是清理高端人口。网友称呼这三位是梦幻铁三角组合，未来的中国人将会无缝隙的被铁拳。除了这几个，其他人也都不简单。赵乐际掌管中纪委，也就是习近平的打手，这些年以贪腐为名，除掉习近平的政敌，加强了习近平的独裁专制。王沪宁是习近平宣传洗脑的总策划师，为习近平量身打造了习近平思想、人类命运共同体、共同富裕等等，大搞个人崇拜，把习近平推上了神坛。丁学祥和李希也都是习近平的核心幕僚，还有战狼外交部长王毅、内循环专家何立峰等人也进入了政治局。另一方面，不只是李克强裸退，就连胡春华、汪洋这些温和的改革派都被直接除名，他们都是总理的热门人选，结果连政治局都没能进去。这次20大后，中国彻底变成了习家的天下，说这次习近平的连任是登基称帝，一点也不为过。不过就算如此，习近平的登基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，引起海内外强烈关注的就是前任党魁胡锦涛被请出去一事。从视频中多个细节可以看出，胡锦涛是很不情愿的被请出去的，可见党内压力还是不小。至少习近平的登基称帝不能搞得那么明目张胆。在民主国家，领导人成功连任是可喜可贺的事情，但是习近平的连任是非常的低调。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不能提连任这两个字，甚至连第三任都不能提。不过只有俄罗斯大使馆在中国媒体上恭喜习近平开启第三任期，毕竟当爹的嘛，就是霸气。这次20大依旧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所谓全过程民主。不同意的请举手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真的很难想象，都21世纪了，还有不同意的请举手这种方式来选国家领导人。真是不懂为什么小粉红还觉得中国是真民主，西方的是假民主。习近平登基还带着一帮习家军，不管习近平怎么吹嘘20大的胜利，但人都是趋利避害的。全球的投资人怎么看呢？在习近平连任确立的第一个交易日，全球各大股市都上涨，唯独中国股市和港股大跌。香港大盘恒生指数跌超1000点，是自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。香港股市回到了1997年回归的水平。原来说的50年不变是指的指数不变呀。中概股全面大跌，京东、拼多多、蔚来汽车等一天就跌掉了20%多。有网友分析共同富裕对企业的影响，阿里和腾讯主动各捐出1000亿，影响的倒不是这1000亿本身，而是影响了最底层的商业架构。它打开了潘多拉盒子，意味着现代商业规则被破坏。一家公司在没有违法的情况下，却需要交特别保护费，这后患无穷。民主不只是政治的，一个民主制度会在社会各个方面上体现出来。其实股市也是民主制度下的一个产物。一个上市公司不是 CEO 的，不是管理层的，而是属于千千万万股民的。就像一个民主国家一样，管理层是股民雇佣来管理公司，为股民创造收益的。管理的不好，股民可以炒他们鱿鱼。而阿里和腾讯捐出1000亿资金都没有经过股东大会的投票，但是在习近平的统治下，一切都是韭菜，所有的都是国家的。中国的股市迟早会变成习近平收割韭菜的工具。不过有个被洗脑的小粉红财经博主看不清形势，在20大前加注习近平，做多中概股和港股。20大结束一天赔了6位数，直接破防了。习近平的20大主要有几个看点，一是强调了规范财富累积机制，
逐步实现共同富裕。加上此前习近平说过，不以经济增长作为目标，经济发展不再是首要任务，中国的经济以后怕是很难见到光明了。不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，那首要的就是政治斗争。这次20大还通过了把斗争精神、增强斗争本领写进了党章。之前中国最开明的胡温时代温家宝说过的话，都在中国正在或将要发生。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，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，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。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。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。还有一个看点就是这次20大把反台独写进了党章。随着习近平权力的更加集中，未来台海发生战事的概率逐渐升高。之前习近平早就开始倒车了，但是党内还有其他派系偶尔踩一下刹车。但这次20大之后，党内不会再有任何反对的声音了，相信习近平会很快进入加速倒车模式。中国的未来堪忧。好了，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。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四通桥事件，网友 John Doe 说，我觉得四通桥事件更大的意义可能在于它向民主世界传递了信号，它向外界表明自6·4之后，中国人并未完全屈服，很多中国人渴望推翻这个政权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也许给民主世界的国家以某种信心，因为这件事让他们了解中共政权并没有坚实的民意基础。网友 Blackgate 说，我的小区前天封锁了，大规模天天做核酸，我没有彭立发那样的勇气和坚毅。大拉横幅挂桥，大喇叭响彻四通桥。昨天深夜四下无人，我戴了手套，写了彭立发勇士反对他们的那些话，贴在小区封控红色塑料板上，这是我致敬这位勇士唯一的方式。网友 Joanna Hall 说，我厕所上到哪里，标语就写到哪里，打算随身携带马克笔了。另外有网友提醒，有的打印机会有被追踪的编码，最好手写宣传单。另外就是纸上可能会有指纹，为了安全最好就是戴手套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和分享。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